新加坡基本上都没有记得中国，他只记得中国的东西便宜，中国优惠。新加坡华人一点都不在意中国好不好。90后、00后，我跟你讲，连华人传统基本上都要放弃了。我的孩子每天只跟我讲英文，都是我逼他讲华语的，我都怕有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华人了。这就是新加坡的现象。我的愿景是永远都不会实现的。我就希望全世界的华人都团结，以华人为一个单位去对抗外面的世界。很傻，我知道不会发生的。前两天刷到这个视频啊，好家伙，给我看的一愣一愣的。这个新加坡的华人大哥在视频里啊，直接给大家交了个底儿。他说啊，你们可千万别觉得我们新加坡华人天天就惦记着中国，天天盼着中国好。说句扎心的大实话，我们呀根本就不在乎。哎呦喂，我一看啊，底下的评论区直接就炸锅了。有的人说这不是数典忘祖吗？都是炎黄子孙啊。有的人说理解理解，毕竟不是一个国家的人了。还有的人就纳闷了啊，诶，不对呀，新加坡不是70%都是华人吗？那不应该是咱们海外最铁的亲戚吗？怎么反倒感觉这么生分呢？你看啊，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来了。咱们很多人脑子里是不是都有这么个印象？一提到新加坡，就觉得那个地方满大街都是黄皮肤、黑头发，说着中文，感觉跟国内的某个南方城市差不多呀。觉得那儿的华人呢，怎么着也得跟咱们心连心，有着血浓于水的情感在里面吧。今天啊，咱们就借着这个视频啊，好好的用大白话把这个事儿给捋一捋。为啥这个我们眼里的华人国家跟咱们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背后啊，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得从60年前新加坡闹分家那会儿说起。话说1965年那年啊，对新加坡来说啊是天塌下来的一年。他们不是自己想独立啊，是被人从马来西亚联邦里一脚给踹了出来。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在电视上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那个是个大老爷们儿啊，当着全世界的面哭得稀里哗啦。为啥哭呀？愁啊！你想想，一个巴掌大的小岛，要啥没啥，连喝的淡水啊都得从隔壁的马来西亚买，周围呢都是跟自己不是一条心的邻居，这感觉像啥呢？就像是一个大家族里啊，你这一房人啊突然就被赶出去了，啥家产都没分到，就给你了一间漏雨的破草房，然后跟你说以后自个儿过吧。这换谁不懵啊？所以啊，从那天起，这个新加坡人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这股劲儿不是我要找我的中国老祖宗，而是我要活下去。我得证明给你们看，没了你们，我们过得更好。那为了活下去呢，第一件事得干啥？得团结啊！可是当时这个岛上都有谁啊？70%的华人，还有马来人、印度人等等，大家的语言都不一样，信仰也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这要是不拧成一股绳啊，风一吹就散了。李光耀他们这帮开国的元老就想了个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啊！咱们别再提自己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了，从今天起，咱们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新加坡人。这是一个全新的身份，跟血缘、祖籍都没关系。为了把这个新加坡人的身份焊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他们做了件影响至今的大事，推行双语政策。一听双语政策，咱们可能觉得这不是挺好的吗？学英语还学母语，这不就把中华文化传承下来吗？哎，关键就在这儿了啊！这个政策表面上是双语，实际上是把这个英语推成了第一语言。学校里这个数学、物理、化学所有科目全用英语教，你工作、开会、写报告、去这个政府办事儿，不好意思，也全部都是英语。那华语呢，还有马来语、泰米尔语呢，这些所谓的母语变成了一门单纯的语言课，就跟咱们学习英语一样，一星期上个几节课，这后果是啥呀？几十年下来，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人，他们从小思考问题、做梦，甚至骂人啊，用的都是英语。这英语啊，就成了他们思维的底层逻辑。这个叔叔、伯伯、奶奶们都讲英文。所以新加坡是完全的英语国家，很多华人长了华人的脸，但是呢，他们不会讲中文。
华语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啊，那就成了一门外语。哎，你别不信啊，就连现在的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他自己都公开说过，他小时候啊，家里面就没有人讲华语，他那个中文啊，是上学以后靠着死记硬背硬给啃下来的。那这种经历啊，在这个新加坡华人里头啊，太普遍了，这就造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跟一个新加坡年轻人聊天，那你要跟他讲中文，他可能听得懂，也能磕磕巴巴的跟你讲几句，但是你要想跟他聊点深度的东西，比如说聊一下《三国演义》里面谁最英雄，或者是品一品唐诗宋词的意境，那基本上就是对牛弹琴了。他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可能就是莎士比亚或者是漫威英雄。语言是啥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啊。当语言这道桥都变得坑坑洼洼了，那桥那头的中华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啊，自然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了。它变成了一个书本上的符号，一个血缘上的标签，但不再是融入骨子里的情感纽带。我有个朋友前几年去这个新加坡出差啊，跟当地一个华人小伙子吃饭，他想套近乎啊，就说咱们都是华人啊，要多亲近亲近。你猜那个小伙子怎么回啊？小伙子愣了一下，然后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哦，我们是新加坡人，只是种族是华人。”你看这一句话就把这个关系撇得干干净净啊！不是他不认自己有华人血统啊，而是在他这个认知里，新加坡人这个身份那是排在最前面，是天大的事儿。为啥很多去过新加坡旅游或者是在那边工作过的同胞都会觉得当地的华人对大陆人好像有点不待见，甚至有点排斥呢？这事儿吧，还真不是因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它背后啊，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规范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新加坡这个国家怎么形容呢？它就像一个被代码设定的非常精密的仪器，一切呢都得讲规矩、讲秩序。坐地铁说话得轻声细语，在外面吃完饭，这个盘子碗筷得自己收拾好。那对于他们来说啊，遵守这些规矩都是习惯。但是问题就来了，咱们很多同胞，特别是早期的一些游客或者是新移民，生活环境不一样啊。咱们是习惯了热闹，有时候开心起来就大声说话，觉得这样子有烟火气啊。在外面吃饭，那不就是服务员收碗筷吗？当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出厂设置的人碰到一起，会发生什么呀？哎，你想象下这个场景啊，在新加坡安安静静的地铁车厢里，你这边呢正戴着耳机听音乐呢，突然就上来几个人聊得太尽兴，这个声音就不自觉的变大了。那这个时候，车厢里所有的新加坡人可能嘴上不说，但是那个眼神啊，嗖的呀，绝对能把你凌迟了。一次两次那是误会，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一些本地华人心里就会形成一个刻板的印象。哦，从大陆来的就是这个样子，不守规矩，没素质。请注意啊，他们反感的不是你大陆华人这个身份，而是不遵守本地规矩这个行为。只不过啊，这些他们看不惯的行为呢，恰好比较多的出现在了来自大陆背景的人身上，这就导致了那种若有若无的排斥感。所以你看，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啊也在变。2024年虽然是放宽了永久居民的申请，但是骨子里啊，他们审核你的时候越来越看重啊你能不能融入新加坡社会，你得证明啊你懂这里的规矩，并且愿意遵守。其实说白了，他们要找的是自己人，是能跟他们玩到一块儿的队友，而不是一个光有钱有技术但是处处不合群的外援。身份认同变了，语言不通了，生活习惯也不同了，那还有啥能把咱们和新加坡华人拉开距离呢？媒体。咱们看中国是通过 CCTV， 通过这个人民日报，我们看到的是国家的强大，是民族的复兴，这里面带着强烈的情感，是我家的事儿啊。新加坡华人看中国是通过什么呢？他们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叫联合早报。那这份报纸啊，你看它的报道会发现一个特点，客观，甚至呢有点冷。它会报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比如又建了什么大桥，又发射什么卫星，但是同时呢也会引用很多西方媒体的报道，讲中国的社会问题，讲国际上对中国的争议。这种报道风格啊，就让新加坡华人看到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立体、非常复杂的形象。中国呢，不是一个需要他们用情感去认同的祖国，而是一个需要他们用理性去分析的强大的邻居和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你跟他们聊天啊，他们可能会跟你讨论，最近中国的经济数据怎么样啊？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新加坡的港口吞吐量？
这是他们关心的，因为这跟他们的饭碗有关系。但你很难跟他们聊，看我们的国家这么强大，你是不是也特别自豪？他可能会一脸问号的看着你，心里面想，你强大是你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更关心下个月我的公积金交多少钱。这种心态的差异背后是整个媒体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差异。他们从小被教育要用国际化的多元化的视角去看世界，中国只是这个世界棋盘上的一个棋手，跟美国、欧洲一样需要去研究、去分析，但不需要去共情。这就引出了一个代际差异的问题。新加坡的老一辈华人60、70岁往上的可能对中国还有一些模糊的故乡情节，他们还会讲流利的华语，家里面还保留着一些传统习俗。但是年轻一代呢，完全就不一样了呀。他们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里长大的，从小听的就是什么 Lady Gaga 啦，看的是好莱坞大片，玩的是风靡全球的电子游戏。那他们的社交圈子是国际化的，假期旅游首选的是欧美啦、日韩了。对他们来说，中国呢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熟悉呢是因为这个课本里面会讲，新闻里面会播；陌生呢是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生活体验，缺乏情感上的链接。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 app， 比如这个 TikTok， 或者是一个物美价廉的网购平台，比如这个淘宝，那再或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跟自己生活没有太大关系的议题。所以呢，你指望这一代年轻人对中国产生多深厚的感情，那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那聊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这些新加坡华人是不是忘本了？其实吧，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站在新加坡人的立场上想一想，这一切呢，可能就是必然的结果。新加坡一个弹丸之地，能在短短几十年里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小渔村发展成现在这样花园般的国际金融中心，那靠的是什么呀？靠的就是一种极强的危机感和实用主义。他们心里面非常清楚自己这个小国家夹在各种大国之间，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把新加坡的国家利放在第一位。任何事情不管是对是错，那第一个评判标准就是这件事对新加坡有利还是有弊。这种思维呢，已经深入到了每个新加坡人的骨髓里。所以当他们看待中国的时候，他们不会从这个血缘亲情这种感性的角度出发，而是会非常理性的分析中国的发展能给新加坡带来什么机遇，中国的崛起又会给新加坡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在这种变化中为新加坡争取到最大的利益。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呢，不是爱与不爱，而是利与弊。这听起来可能很冷酷，但这就是一个成熟独立的现代国家。他们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用教育、用法律、用媒体、用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努力，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了新加坡人这个脆弱但宝贵的国家认同。这个认同是他们团结的基石，是他们安全的保障。那他们必须得拼尽全力去维护这个身份，而维护这个身份呢，就必然意味着要跟这个过去的那些基于血缘和祖籍的旧身份做一个切割。所以呢，说到底，新加坡华人的这种态度也不算是忘本，而是在一片新的土地上扎下了自己的根儿。那他们的根儿呢，在新加坡，不在遥远的中国。开头那位新加坡大哥说他们不在乎中国好不好，现在咱们是不是就能更好的理解了？那他说的不在乎不是冷漠，更不是敌视，而是一种与我无关的平常心。就像我们看这个巴西的经济发展，看这个德国的社会变迁一样，我们会关注，会讨论，但是不会把它跟自己的身份认同、民族情感捆绑在一起。所以下次咱们再看这个新加坡，不妨试着摘掉那层同为华人的亲戚滤镜，别再想当然的认为那是个海外的小中国，它就是新加坡。在那里呢，华人只是一个写在身份证上的族群标签，而新加坡人才是他们刻在心底的真正的身份底色。这两个身份看似重叠，实际上早就被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切割成了两回事。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